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延廷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到中東的情勢。現在伊朗的5座地下飛彈城正式的上線，今天會來看到它，包括它的這個飛彈尼什跟加德爾都直指了以色列。那麼我們也要關心到的是2月6號的這一場核談判，美以之間的核談判還能談得下去嗎？哈米尼現在賭了，說川普啊，他打不起的就是長期的戰爭。那麼如果哈米尼下注川普無法擋的是長期戰爭的話，它能夠撐住美以聯手的打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做解答。來看到的是伊朗的5座地下飛彈城上線，剛剛講的這2款長程的飛彈射程直指以色列，美軍即使他祭出他的空襲、他的特戰，能否徹底摧毀掉伊朗的這個彈道飛彈庫存呢？它的反擊能力跟生存率到底有多高？第二件事情來看到了，現在呢，哈米尼也正式的說了，彈道飛彈計劃就是我們的紅線，是沒有辦法妥協的。那這一場2月6號的核談判還能談出一個結果嗎？最後來關心的是，哈米尼已經壓住了川普不會打長期的抗戰的，那麼這個哈米尼可以靠他的這些飛彈的庫存，再加上在中東各地的代理民兵網絡來撐住來自於美國跟以色列的打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在2月6號這一天，美國跟伊朗之間在阿曼正式的來談有關於核協議這件事情了。但是呢，哈米尼有一件事情是說，我絕對不可能讓步的。美國，你休想要讓我讓步，就是有關於彈道飛彈的計劃。他說這個是伊朗的紅線。那麼彈道計劃到底現在發展的多快速呢？根據了解，目前伊朗境內已經打造了5座的地下飛彈城，分別包括了在首都德黑蘭的周邊，那麼還有其他的地區分布在東南西北等等各地，可以說這個全國性的火力網都已經排出來了。美國的情報機構是這樣分析的，他認為現在伊朗擁有的是中東地區最龐大的彈道飛彈的庫存，是特別要注意的，並且也指出了它的軍火庫啊，包含了射程可以達到2000公里的尼什跟加德爾等等的長程飛彈，是足以覆蓋掉全以色列全境的，是要非常緊張的。那麼伊朗現在打造的5座地下飛彈城，它的飛彈的打擊力，再加上它的生存率跟它的反擊力，能夠對美軍造成多大的打擊？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這個要看戰場存活率有多高，因為現在伊朗經過從去年2025年6月的5月重錘之後，伊朗一共有花了將近7個月的時間來整建它的相關的軍事設施。這個7個月的時間，我認為相對有限。那現在就是伊朗在做的，為什麼要變成這個彈道飛彈地下化呢？就是為了戰力防護、戰力保存。那它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我認為這7個月還是不夠的。是有局部的效果，但是並沒有全面的效果，所以我認為是時間受限。但是如果能夠給伊朗再給他1年，我認為這個彈道飛彈的地下武器庫哦，那就可以達到他真的戰略的能力。那我認為現在只有戰術的能力，還沒有到達戰略的層級。第二個，現在伊朗它是分散屯儲，他們並沒有集中彈道飛彈存儲在一個地方。所以也會造成美國或以色列要對伊朗實施反制作戰，會有這方面的困難度，並沒有辦法完全殲滅伊朗的彈道飛彈。那這是伊朗之利，所以伊朗它是有利有弊的。第三，我認為伊朗目前最欠缺的是空優，因為伊朗的空軍是最弱。那空軍既然弱，戰機既然是沒有辦法來升空迎戰的話，那就要靠地對空飛彈。那地對空飛彈現在伊朗它的數量相對有限，伊朗的全境它的面積那麼的廣，它沒有辦法就全面的防守，只能重點要域的防守。它只能部署，並沒有辦法全部部署，只能重點防守。那這樣的話，在美國跟以色列、摩薩德還有 CIA 這方面的情報收集，它可以找到這伊朗的防空飛彈還有關通系統的部署所在，在第一時間可能就會給予摧毀。那我們現在反過來看美軍，那美軍怎麼用呢？我認為美軍會用大量的精準制導武器。那精準制導對它的這些我們知道的地下的這彈道飛彈的
這個庫存的地方，以及防空飛彈或者是關通系統做摧毀。就跟類似2025年以色列對伊朗的這方面的攻擊，它的重點我認為是一樣的。畢竟爭取空優也是美國跟以色列這方面的首要之選。那第二個呢，我認為情蒐能力，伊朗的部署在美國的人造衛星，還有它的這些高空無人偵察機這方面的搜尋之外，再加上以色列內建布置在伊朗境內的這些情報人員，它可以精準的標定需要攻擊、需要反制的這些位置，所以變成美國跟以色列因為情報優先，而在戰爭上、在作戰能力上，也就提升了它的精準的度。另外一個，我認為打完之後不是就打完了，那就要經過戰果鑑定。那戰果鑑定，人造衛星跟以色列的人造衛星跟美國人造衛星也可以掌握戰果鑑定，要不要再攻第二波次？攻這個作戰的摧毀的程度到什麼樣的程度？是不是要再派第二波的兵力對伊朗的這些長程飛彈、彈道飛彈這設施，不管是尼什的或者是加爾德的長程飛彈來做第二波的破壞？那他們會做一個精準的評估。所以在這一方面，情報的優勢跟空優的優勢加起来，會對伊朗產生最大的壓力。那我們來看，那我們總體來做評估，我認為是防空能力、空優來決勝，決勝。我認為如果談判沒有到達一定的妥協的程度，來獲得了雙方美國跟伊朗最大的公約數，那我認為美國動武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不然美國勞師動眾，不管航空母艦或者是 F-15，還有C5A的銀河式的運輸機、西妖拐的空中霸王運輸機，也包括美國的 F-15跟美国的 F-35逆中戰機都到了。還有包括 WC-135的偵測輻射層的，它都已經派到中東去了。那我認為美國動手的可能性，只要談判破裂並沒有達成共識，美國動手的可能性非常之高。從整個目前態勢來看，所以我認為雙方都有壓力。伊朗有面對美國這個精準制導的壓力，那美國也有想，要想一想伊朗的報復能力。它雖然沒有空軍去轟炸，但是它有彈道飛彈跟無人機。那這無人機對以色列的機場，甚至對以色列的這政治跟經濟的設施，都會到達某種程度的威脅。我認為雙方都有它考量的強點跟弱點。好，針對於伊朗的這個飛彈庫，它有它的優勢，就是它是分散的，但是它的缺點就是美國它掌握了情報跟整體的空優。那這樣子同樣的問題也請教永明老師怎麼看？那2月6號的這一場，也就是今天的這一場核談判，伊朗在這方面有多大的底氣？老師怎麼看？我們還是專注在這個彈道飛彈。以色列其實是在第3次中東戰爭，也就是在1967年，我們叫6日戰爭。阿拉伯國家把它叫6月戰爭，以色列叫6日，因為6個工作天打完了。那阿拉伯這邊不是6個月，他是說那一年的6月。之後他大概就被認為開始擁有核子彈頭，可是他沒有試爆過。我們現在把世界上的核武國家，事實核武國都會把以色列算進去，9個國家，大概估計他有80到200枚。2006年，以色列的總理在歐洲自己承認，他說伊朗很快跟我們一樣會成為核武國，大家也沒什麼反應。可是面對以色列擁有核武，其他阿拉伯國家怎麼辦？彈道飛彈，尤其是中程彈道飛彈，所以伊朗是如此，沙烏地阿拉伯、沙特也是如此。那伊朗就看到他空軍很弱，他沒有強空軍，但是他有強的彈道飛彈。他從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從蘇聯那邊取得飛毛腿飛彈，自己發展流星1號等等之類的。那然後呢，到了2000年之後呢，他就開始在做往中程，那個時候已經有來到500公里。我們講1000公里範圍之內就叫短程，1000到3000這叫中程。然後大概到了差不多流星3號的時候呢，這個大概就2010年到近期，他已經自己宣稱是來到2000公里的射程，然後呢，大概是1500公斤，然後進入到大氣層，因為彈道飛彈是要進入到大氣层外，然後進入大氣层的時候，大概已經是8馬赫，精準度大概在30公尺範圍之內。可是我們上一次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相互交換彈道飛彈跟無人機的時候呢，還沒有看到這個2000公里射程的中程彈道飛彈。
可是呢，伊朗是有多數，大概統計起來至少14種不同的彈道飛彈，所以短程的都已經打到特拉維夫這邊來了。因此它的彈道飛彈就是一種嚇阻，就是一種反制以色列。因為它沒有核子武器，那當然也是反制美軍的基地。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是當美國現在要跟伊朗談核武的時候呢，伊朗就說絕對不可以把這個彈道飛彈放進來，而且他還展示他這個彈道飛彈地下層，就是說你打你也把我打不光，你就算打了核子武器，通常發展核子武器一定要中程或者是長程，最好是長程洲際彈道飛彈作為載具，你才具有核嚇阻的能力。可是呢，現在他沒有我不知道他有核武器，但是他目前中程以上、長程目前當然還沒有出來。可是這個2000公里如果確實為真的話，那它將來就可能作為核武器的這個載具，那不只是彈道飛彈的嚇阻，而可能真的就成為核武器的載具。所以美國這邊也當然希望他把它放進來，但是伊朗這邊說我放進去，那我既沒空軍，我也沒足夠的數量去反制你。我除了地下化，我當然要發展比較中程，因此他就不願意把這個放進去。所以現在就看這個雙方美伊雙方是不是針對這個中程彈道飛彈是要把它放進來？對。但我覺得伊朗方面為了自保，他是不會同意的。好，除了中程彈道飛彈是這個美伊之間接下來要持續溝通的部分，那有關於核武，現在也有一個說法說，看起來表面好像伊朗已經讓步了，因為他說呢，這個他要放棄這種高純度的核原料，甚至說要放到俄羅斯那邊去。但是有一個說法，認為說哈米尼根本就是知道說，這個主要是在爭取時間，只要撐過川普的任期的話，那他之後還是可以恢復這個濃縮鈾的活動，再繼續造核武的，並且呢，哈米尼也在賭一件事情，說川普不會為了伊朗讓美國再陷入一個無止境的中東戰爭。酈將軍又怎麼看？其實我倒是覺得說這一次這個美國跟伊朗的談判，目前看起來是伊朗先占了上風。為什麼我這樣講？因為原來說兩個國家原來說好在土耳其來舉辦這個會談的後來伊朗說不行，我們要改在阿曼，而且只有我們美國跟以色列，我們兩個國家來談就好了，周邊國家都不要來參加。剛開始美國不答應他說要周邊國家都一起來，包括到海灣地區的這種沙烏地阿拉伯等這些國家要一起再以觀察員的身份，但最後美國屈服了所以第一招我認為是在這方面來講的話，談判還沒開始。我認為是伊朗先贏了第一招那為什麼伊朗會贏第一招呢？我們知道談判這個戰爭之間的談判一定是在戰場上面，你取得某些成果之後，然後你才有可能在談判桌上面取得有利的價值嘛。我認為伊朗為什麼可以在這個談判桌上面第一招先贏了呢？就是因為它有這些的所謂這個戰略的彈道導彈可以威脅到以色列，這是它最重要的一個目的。而且它這些彈道導彈分存在所謂地下庫。孫子兵法講了一句話：善攻者動於9天之下，善守者藏於9地之下。他現在就將這些導彈藏於這個地下庫裡面。那美軍打得到打不到？其實去年美軍已經證明了他打不到。他打濃縮鈾用了7架的 B2 轟炸機，每一架 B2 轟炸機帶了2枚的這個 GBU-57的專地彈，那個很大的，可以打穿鋼筋混凝土60公尺深的，他也沒打到濃縮鈾核設施啊。那你說這個時候他怎麼可能對那麼多個目標來實施專地的攻擊？美國的這種 GBU-57的這個專地彈，目前它原來只生產了20枚，上次用掉14枚，剩下6枚。所以我覺得這個你要動它這個地下彈道層是動不到的。另外來講的話，孫子兵法有講一句話，叫做“兵貴拙速，未獨巧之久矣”，就是作戰講究兵貴勝，我只要打完勝仗就好了，我就要用最笨的方法，可是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取得勝利，這是最重要的。不是像是在變魔術一樣變來變去，好像玩花銷一樣搞很久，你的後勤資源什麼就一定付出很龐的代價。我們以美軍來舉例來講，去年他打這個12天的這種以伊的戰爭，他進去1天就出來了就轟炸完以後他就出來，他沒有在那邊多停留1刻，就打個卡就快閃。那委內瑞拉他是不是也是1天快閃？對。但是他在那邊耗很久的戰爭，我們看到就是阿富汗戰爭，到最後他花了好幾百億的美金丟在那邊，跟打水漂一樣，
最後還是兵老屍疲哈，最後回來。所以我認為這一次啊，這個哈米尼他不是壓住，他根本就是這個吃定你美國哈，不敢在這邊打長期的戰爭，也沒有這能力攻擊掉他所有的導彈庫，你根本就打不掉。所以我認為在這一局哈，談判還沒開始，我認為伊朗先贏了第一步。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內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